第79集。创始元灵，你怕是忘了我也开辟了体内宇宙，难道我不能躲进去吗？就算躲进自己的宇宙，你空间转移痕迹也会永远存在。陆渊、罗蒙，帮我稳住位面裂缝。第一次做这种事情，没想到竟如此简单。既成功，那就赶紧出去，把那家伙堵在外面给灭了。不朽魔躯虽然只是个半成品，但就凭咱们3个，只怕是无法将它彻底灭杀。你怕什么？他虽然开辟了体内宇宙，但宇宙初开还是只是第1阶段。但你们别忘了，我们3个都是第3阶段的太史仙人，只差一步就是太史神的存在。走，出去试试。系统，你说空间穿梭的痕迹真的可以被转移走吗？没错，但如果空间穿梭的痕迹是比太史仙人还强的人留下的话，就不会被转移。不过一旦穿梭痕迹被转移，那么宿主下次离开本体宇宙的初始的就是痕迹所在的位置了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一旦离开了本体宇宙，就再也去不了创始元灵的宇宙了。是这样的。我特么草草会莽的，也就是说，我永远无法回到天庭和地府了。也不是完全没可能，只要宿主的实力达到太史神，掌握位面穿梭的能力就可以。不过即使是这样，你也得找到创始元灵宇宙所在的痕迹才能穿梭。这下完犊子了！我那么多小弟都在天庭和地仙界，这尼玛来的时候好好的，现在回不去了，干！眼下应当想想如何解决太史之地的麻烦。本系统断定那3人会在宿主出现的地方守着，只要宿主冒头，肯定直接动手。这个我知道，你先跟我讲一讲，怎样才能成为太史神？第一，宿主的宇宙范围达到创始元灵宇宙的范围程度即可。第二，宿主的宇宙质量最起码也要拥有一个地仙界那样的超级地狱才行。第三，拥有类似于创始元灵宇宙那样完整的运行轨迹。第四，领悟一些太史之地的法则力量。也就是说，创始元灵目前只需要领悟太史之地的法则，就能晋升太史神。不，他还需要将轮回转生的亡灵空间提升至地仙界的程度才行。有人，来者何人？还不赶快现身！你是谁？为何在我体内宇宙？你体内宇宙，这不是创始元灵的？难道宇宙搬运？你到底是谁？不说，别怪我对你动手。我叫梓潼，来自太古。太古，你为何身处这片宇宙？1个纪元前，我在此片宇宙转生，今日便是回到太古神域之时，方才途中感应到此片宇宙空间异动，所以来此一探究竟。哦，原来是太古神域的转生者。那你，宿主有奇遇。什么奇遇？面前此人和宿主之间似乎有着关于祖神的神秘奇遇。说清楚。男女之间的事，具体我也无法知晓。难道你的意思是？我要回太古了，告辞。等下。你刚刚在我身上打了个冷战。我？混蛋，你给我等着！那人是谁？恭迎圣女归来。梓潼参见2位大祭司。历经1个纪元之久，圣女终于转生归来，感谢祖神。快进去吧，神主已经恭候多时了。
参见神主。小童，姨母总算把你盼来了。当年让你跑到那么远地方去转生，也是迫不得已。周梓童，你是除了我之外唯一一个梓童族人了。你是我们童族重回祖神时代的希望，也只有你有机会成为下一代童族祖神。姨母，我可能要让您失望了。什么意思？姨母，我失身了。什么？我在回来途中遇到一人，他在我身上。天哪！难道天要亡我同族吗？姨母，我肚子里似乎在孕育生命，我可能有了。神啊，我要如何跟外面的族人交代？梓童，你太让姨母失望了。姨母，我要进行祖神传承仪式。祖神传承非同小可，你没了天音本源，是不会被祖神认可的。那我也要去，我宁愿被祖神之力反噬致死，也不愿面对族人们的指责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在这里等候，我去让2位大祭司准备祭祀。同族领域禁地祭坛，山峰似乎是被一剑抹去，平整的山体上有一尊巨大的6眼雕像，此雕像乃太古神石打造。神主，2位大祭司，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太古神石通灵，用你的统灵之力和红灵之力集中在一起，释放到太古神像上。同族祖神的意志一旦察觉到你的外力侵入，便会对你的资质和潜力进行审查。一旦得到祖神意志的认可，就能从太古神像中继承祖神的力量与神通。开始吧，让祖神的意志感受你的资质与潜力。稳固心神，不要紧张，更不要慌张。事已至此，已经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圣女，快将你的力量集中给太古神像，祖神意志已经苏醒了。成了，圣女得到了祖神意志的认可了。看来这次转生的这么多年没白等。是啊，被骄族打压那么久，现在终于迎来了希望，同族的祖神诞生了。奇怪，他不是已经失身了吗？甚至都有身孕了。祖神认可的那都是最纯粹、最纯洁的灵魂啊，怎会如此？什么情况？祖神的3个意志同时传承给了圣女一人。圣女是梓童一族，按理来说也只能接受梓童术的神力，这怎么可能？成了。神主，我接受祖神传承了吗？没错，祖神的意志认可了你。圣女，不，祖神，您不方便展示一下您祖神传承下来的神力？可是2位大祭司，我并没有感受到我获得任何力量，那些力量似乎都去了别处。什么？难道失败了？不可能，神像已经碎了。如果传承失败了，那祖神的3种神力去了哪里？就在此时，子轩满脸惊骇地望着梓童的小腹，仿佛见了鬼一样。2位大祭司也顺着目光看去，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，颤声道：“圣女，你失身了。”圣女，那怎么可以？2位祭司，实不相瞒，圣女失身了，而且已经有了身孕。原来祖神的意志并不是认可圣女，而是认可了她腹中的胎儿。老铁们，订阅、点赞和分享就是我的动力，下集会更精彩。